加拿大是北美洲的一个国家，北临北冰洋，东与大西洋相邻，西临太平洋，南与美国接壤。加拿大是世界第2大国家，面积广阔，拥有多样化的地理景观，包括壮丽的山脉、蔚蓝的湖泊、茂密的森林和冰川。加拿大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家之一，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和沿海地区，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对不同文化和宗教都持开放态度。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而且法语在魁北克省和其他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其经济主要由服务业、制造业、资源开采和农业等行业组成。政治上，加拿大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元首是英国的君主，目前为国王查尔斯3世，但实际上政府由总理领导，总理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加拿大的政治体系稳定，注重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富有多元文化、自然景观壮丽、经济发达且政治稳定的国家，为世界上许多人羡慕和向往的地方之一。接下来是最佳5个景点介绍。尼亚加拉瀑布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交界处的一个著名自然景点，由3个主要瀑布组成，分别是美国瀑布、马蹄瀑布和布里达尔瀑布。其中马蹄瀑布是最大、最壮观的一个，也是最受游客欢迎的观赏点之一。游客可以乘船靠近瀑布，感受到水花四溅的震撼和壮观的氛围。除了观赏瀑布本身，游客可以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国家公园，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之一，拥有广阔的草坪、步道和观景台，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欣赏瀑布的美景。此外，尼亚加拉瀑布附近还有许多博物馆和文化景点，如尼亚加拉瀑布博物馆和艺术中心。这些地方展示了瀑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背后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安妮·埃德森·泰勒的女性，于1901年10月24日，她成为第一个成功地乘坐一个木桶从尼亚加拉瀑布上方跌落的人。她希望这个壮举能为她带来财富和名声，但事实上，她只获得了一些短暂的名气。另一个故事涉及一位名叫尼克·沃尔达的特技走钢索表演者，于2012年6月15日，他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在尼亚加拉瀑布上方走钢索的人。他穿越了尼亚加拉瀑布的最宽处，并且没有使用安全绳。这个壮举为他赢得了世界纪录和广泛的媒体关注。尼亚加拉瀑布也是一个娱乐的天堂，游客可以参加各种刺激的活动和游戏，如尼亚加拉瀑布水上乐园与动物园。这些地方提供了各种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游乐设施和活动，游客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欣赏大自然的壮丽和人类的创造力。无论是单独旅行、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尼亚加拉瀑布都能给游客带来难以忘怀的回忆和美好的体验。班夫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落基山脉，是加拿大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拥有壮丽的山脉、湖泊和冰川。这里是自然爱好者和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天堂，游客可以在这里进行徒步、露营、滑雪等各种户外活动，同时也可以欣赏到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班夫国家公园成立于1885年，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第3个国家公园。它的成立是为了保护这片美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欣赏到这片自然宝地的壮丽景色。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对班夫国家公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铁路公司认识到该地区的壮丽景色对旅游业的吸引力，因此积极推动政府在此设立国家公园，以便开发旅游业。
班夫国家公园所在的落基山脉被列为世界遗产，这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地质、生态和文化价值。公园的设立和保护对落基山脉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国家公园的面积达到6641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了壮丽的山脉、湖泊、冰川和森林。公园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梦莲湖，这个湖泊以其湛蓝的水色和周围壮丽的山脉而闻名于世。游客可以在湖边漫步，欣赏湖水的美丽，或者租一艘小船在湖上划船，感受大自然的宁静。除了湖泊，班夫国家公园还拥有壮丽的冰川，如科罗拉多冰川。游客可以参加冰川探险活动，乘坐特殊的冰川巴士穿越冰川，近距离观察冰川的壮丽景色。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冒险经历，让人们更加了解冰川的奇特之处。除了徒步，班夫国家公园还提供其他各种户外活动，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在冬季，公园内的滑雪场让游客尽情享受滑雪的乐趣。作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班夫国家公园在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多伦多市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都会区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及令人惊叹的现代化建筑和城市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移民，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拥护者和国际化的枢纽。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的主要移民目的地，其国际性人口体现出了城市的多元文化特色。约49%的居民出生于加拿大以外，使得多伦多成为世界上种族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该市的低犯罪率、清洁的环境、高生活水准以及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使其成为多个经济学智囊团认可的世界最宜居城市。此外，加拿大约1/3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多伦多2小时车程的郊区，并有约1/6的就业机会集中在该市。多伦多的华裔人口约为40万，是加拿大华人最多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根据2016年的统计，该市有51.5%的居民是明显的少数族裔，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增加。多伦多市建立了许多不同的社区，如华埠、意大利大街、小意大利、印度街、希腊城、韩国城、小牙买加、小葡萄牙和小波兰，彰显了城市多元文化的成功。作为加拿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多伦多拥有众多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办公楼，如著名的 CN 塔、金融区的高楼大厦等等。这些建筑物展示了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程度。此外，多伦多也拥有众多的文化机构和艺术中心，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安大略艺术设计大学，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和文化体验。除了现代化和繁华，多伦多有许多自然美景和公园，如高地公园、多伦多群岛、植物公园等等。这些地方提供了市民和游客一个远离城市喧嚣，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之地。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多伦多成为了许多人梦想的城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游客。这里融合了不同文化的特色，让人们可以在这个城市中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总的来说，多伦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城市，它的现代化建筑、丰富的文化和美食、活跃的夜生活以及自然美景，吸引着人们前来探索和体验，成为了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温哥华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座城市，城市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和壮观的山脉。
斯坦利公园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405公顷，内有湖泊、花园和步道，是居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这些公园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和休闲娱乐选择。此外，温哥华也有许多城市的历史故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量中国劳工来到加拿大，其中许多人在温哥华定居。然而，他们面临着严格的种族歧视和排斥。1907年，温哥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反华暴力事件，被称为温哥华骚乱。这次事件导致了对华人的更多限制和排斥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将许多日本加拿大人拘留在温哥华附近的拘留营中，这些人被剥夺了财产和自由，并在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这段历史对于温哥华的日本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哥华曾是一个重要的渔业中心。20世纪初，温哥华的渔业蓬勃发展，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渔业基地之一。渔民们捕捉鲑鱼和其他海产，为城市带来了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捕捞和环境问题导致了渔业的衰落。温哥华的美食文化同样令人惊艳。这座城市拥有众多的餐厅和小吃摊，提供各种不同的美食选择，如中国菜、日本料理、印度菜、墨西哥菜等。此外，温哥华还以其新鲜的海鲜闻名。您可以在当地的鱼市场购买到新鲜的鱼类和海鲜，或者在餐厅品尝到精心烹饪的海鲜美食。温哥华是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座城市拥有优质的教育和医疗系统，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居民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此外，温哥华还拥有繁荣的经济，吸引了许多企业和创业家在这里发展事业。魁北克城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北美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拥有浓厚的法国风情和独特的欧洲风格和文化。在1759年的7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在魁北克城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被称为魁北克战役。这场战役是英法两国在北美洲争夺殖民地统治权的关键战役之一。双方在魁北克城外的平原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英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对于加拿大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统治结束，加拿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然而，法国文化和法语在魁北克城得以保留，并成为魁北克省独特的文化特色。魁北克城堡是魁北克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也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这座城堡建于17世纪，是法国殖民时期的重要据点。如今，魁北克城堡是一个博物馆，游客可以参观城堡内的展览，了解魁北克城的历史和法国殖民时期的生活。老城区是魁北克城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这个古老的城区保留着许多17世纪和18世纪的建筑，街道狭窄，石头铺就，充满着古老的魅力。游客可以漫步在老城区的街道上，欣赏古老的建筑和风景，也是游客们喜爱的购物和娱乐区域。这条街道上有许多精品店、餐厅、咖啡馆和艺术画廊，游客可以在这里寻找独特的礼品和纪念品，品尝当地的美食，还可以欣赏艺术作品和表演。除了这些主要景点，魁北克城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例如游客可以参观圣安妮圣母大教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修道院，也是一个美丽的花园。以上这些只是加拿大众多精彩景点中的一小部分，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之处，值得一游。
希望您都可以亲自去感受这些美景所带来的悸动。